江宁波的电话已关机，那个宁波。该工厂呢是国内非常大的一个锅具代工厂，他们会给国内外非常多的那种大牌的锅代工，一个非常大、非常多人的一个工厂，很有钱。我们现在在工厂的仓库，然后这里面堆满了各种原材料。然后我们刚刚了解到呢，做锅呢主要的原材料有3种，一种是铁锅，一种是铝合金，一种是不锈钢。那通常我们现在呢，比如通常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锅，不锈钢的比较多，还有一种铝材的，可能大家比较少了解，就是铝材。这道工序就是把我们的铝合金的原材料，通过这种2500吨的这个大型的锻打机，然后一次成型，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厚底薄身的这样的一个锅型。这里都是不同的锅底的导热的片儿。这样的一个附底片，通过这个1600吨的油压机一下子附在上面，然后在锅底上形成一个导磁片，这样的话我们的锅就能对电磁炉通用了。检验这个锅的这个厚度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厚度，这方面比较好。壁厚啊，锅口厚度，锅底厚度。高速的离心机啊，将这个不锈钢丸用很大的力量进行冲击，冲击它，冲击表面啊，把表面呢形成这种微观粗糙的表面，提高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能。这个环节呢，就是给所有锅里面加那个涂层，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粘锅那一层。不粘的涂层。这个纹理是做什么呢？他说是为了防歌手不好看。这包装线。这里呢是他们最终的整个的包装的部分了，已经是全部做好了，最终呢再做一次质检。这个是检验这个手柄呢会不会断，这个手柄的这个强度，这是测试。里面放了很多那个砝码，然后去做15000次，这样的去不停的去这样做测试。这是检测这个涂层的这个耐磨，用我们洗碗的那个布然后进行磨的这样的钢笔啊，在上面去刮，模仿铁铲在炒菜的时候，铁铲在加热的时候对涂层的这个伤害、不粘层的伤害。耐磨，里面是钢珠和钢砂，不停的震动，然后也是要检验这个涂层的使用寿命。这个铁锅是适合爆炒，因为它上热比较快嘛，比较薄嘛。像这种不粘锅呢，就你说的新手，火候控制不好，它比较适合煎呐、焖呐。这种是我们新开的一种材料，把钢和铝结合在一起。就里面是铝，外面是钢，是为了提高这个导热速度啊，然后保持这个钢的特性和铝的特性都能充分发挥。我们这个叫麦饭石涂层嘛，这个麦饭石涂层的特点就是不粘性特别好，性价比比较高吧，这种不粘锅呢，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钢丝球啊、铁铲肯定是不建议使用，肯定不能用啊。还有2点要注意，一个就是不能干烧，还有就是不能说这个加热的很高，马上去用冷水去冲击啊、冷热冲击啊。这个还不行。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不粘层的一个养护嘛。我们通常有时候一个误解，觉得好像现在的很烫，立马加点冷水，好像缓解了一样。不管什么锅都不适合这样去做，都不适合这样去做。我要那个，然后再要这个海带。好吃，员工只需要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
所以价格很便宜。中餐的话，一般最贵也就是13块吧，一般都是5到6块，好，我看看，5块6块，5块6块， 80%以上都是5块吧。拼多多这个新品牌计划呢，其实也是想打造一个中国的自己的一个民族品牌的一个计划。这跟我们前面谈到的三和就是想做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我觉得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从17年开始，就是有做一些电视综艺的一些植入，像17、18、19的3季中餐厅，我们都是指定锅具品牌。赵薇那中餐厅那个节目，坊间流传啊，这个也不是我们说的，就有些品牌会转到国外去，然后再转内销，出国一趟，然后再做内销，然后可能价格贵一点。应该也有吧？就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大工厂都在中国，但是反而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好品牌，高端品牌更是没有。你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哪？没有出高端品牌，我觉得华为不就做得很好吗？太少了，国内也很难得有一个华为。这个我觉得还是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需要一份信念和一个过程吧。辣一点。这期呢，我们来到是浙江宁波的一个做锅具的一个工厂，他们已经在锅这个品类里面已经是非常前、非常大的一个工厂了。他们工厂的品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当今很多国内的制造业大家遇到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其实完全不差于所谓的国际品牌，但我们可能在营销这一块确实没有别人做得好。其实我挺认同拼多多做这个新品牌计划的。像我们的老粉，大家知道啊，之前其实我们还吐槽过拼多多，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平台也好，或者是一家企业也好，大家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其实平台嘛，比较有多流量，然后中国制造业现在的这2年大家在转型，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流量。国内现在的互联网的流量越来越贵，很多工厂根本做不起来或者做不动的原因都出在于营销推广这部分要花很多钱。这几年制造业工厂死了太多了，没有实力的大家都活不下去。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不能够依赖说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公司，有更多的人进来参与，我觉得才有机会。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也很希望有各种好的品牌、好的工厂来找我们。如果你的产品是很好的，如果你的工厂是想要做自主品牌的，都非常欢迎你来给我们发私信。无论是各行各业的然后各种工厂都可以来给我们私信。然后如果欣赏，我们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拍一些新的纪录片。